我一看到那个时候 I was like crying so hard. I feel like I resonated with her so much. 像妈妈，我的情绪就比较单纯，我没有那么多 complicate 或者是叠加的。 Are you sure? 还是你只是没有被开发而已？哦，我觉得你蛮复杂的，只是你不太会表达而已。哦，那也有可能。美乐蒂家庭 Podcast。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美乐蒂家庭。我们今天在花莲，在我大姨的民宿。所以我们这次来花莲，我们有其中一个任务是想要看新的电影，叫《Inside Out 2》。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叫脑筋急转弯。第二集。Many years ago, when the first one came out, Inside Out, 我就已经很喜欢。然后我也记得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有哭。昨天晚上我看的时候，我也是哭。我从前5分钟 ，the first 5 minutes 我就已经哭了。But I probably doesn't even remember what happened in the first 5 minutes. But 我们先来讲讲为什么我们这次想要看这个电影，然后我们决定要来评论一下。It's because 妈妈你有看到一些文章是不是？然后你就特别想看。我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跟我分享了，说这部电影带给他们还蛮大的一个冲击，跟对情绪的认识。那我也觉得说，对情绪的认识的这个主题呀，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比较陌生。我觉得我们从小到大，你能够讲出来几个情绪的字句啊？大概就是，对，可能就是生气。中国人其实蛮容易生气，沮丧有没有？沮丧可能也不会讲出来，你可能会感觉到，但其实也都没有真的去形容过自己的情绪。没有，所以我觉得要来看这部电影，我就很想看看他是怎么来描述，一个他的里面讲 teenager 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转变，我觉得很棒。所以我们就决定一家人去看这个电影 What's all the fuss about， 然后来评论一下。那我就稍微 summarize 一下这个电影 before we get into discussion. So warning, there will be spoilers. 那反正这个电影它是 Inside Out 2. So in Inside Out, the first movie, we are introduced to the 4 main emotions. Four, right? 4种。你们可以讲得出来吗？快乐 Joy， 生提到一气吧个吧。Anger， 对，里面还有忧伤 sadness。你们不记得第4个，它是那个绿色的，绿色那个 disgust。Ew, broccoli. Yeah. So 小朋友，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大概就是有这个4个最基本的情绪：快乐、生气、沮丧跟恶心。Right. 然後 in Inside Out 2, we're introduced to 4 new emotions. 你们能够讲得出来吗？哇，姐姐这样 What's the main one? 害羞啊。有一个是 embarrassment， 它是一个大大的粉红色那个。对。那个 panic。Anxiety 中文怎么讲？焦虑呀，可以这样讲。然后还有一个，而且还有2个啦。对，那个躺平的那个。不在乎的那个。Yeah.Ennui， 而且它就有一点像那种 boredom 或者 sarcastic，就是 就是 I don't care， 不在乎。那个是什么情绪啊？那就是像无聊或者 sarcasm 的那种情绪。还有一个，这我觉得这个蛮特别，因为小的时候你很小，你其实的确不会有这个情绪，但你进到 teenager 这个情绪就进来了，是什么？叫嫉妒。Envy. Do you remember one? The little one? 所以他就是 introduce 这个4个新的情绪进来。一个老太太啊，还有他说你太早了，你还要10年，可能高中毕业你才要出来。就是 nostalgia 就是怎么样？你会去怀念、怀顾、怀旧。对。我们呢？但他一直被推回去。所以这个电影就是 explore。Riley， 他 hit puberty， 然后刚好在那个时候他要去个 hockey camp， 然后他遇到就是很多这些新的情绪，突然间他所羡慕、所仰慕的一个大姐姐
在这个新的高中，然后他就很想要 impress 他，但是呢，他以前的朋友也还在，但他们即将也要离开，要分到另外一个高中，他也有一种沮丧，他会觉得哦，如果我只跟他们在一起，我不去 focus 在我的新朋友身上，我以后在高中就不会有朋友。那我觉得这个电影也有 explore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plot point is the idea of beliefs。你们还记得这个吗？就是会有信念。对，你有一些memories， 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变成 memories。但有一些这些 memories， 如果在就是变成有根，它如果在你心里面开始扎根，它会产出信念。可能就一件事情发生 ，for example， 你知道你同学、你的朋友要去另外一个高中了，然后你就有一个沮丧就进来，但这沮丧一进来，然后扎根，你就有一个新的信念，就是如果我这次在 hockey camp 不去跟这些新的人去建立朋友，我以后就不会有朋友。这是一个信念 ，I will not have any friends if I don't impress them。然后这个就变成一个新的信念，所以 it's like different things will happen，会扎根。对，我也想到有一个信念，他就说他一定要表现得很好，然后朋友才会喜欢他。Yeah. I have to get 3 goals, and then they will be impresse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所以我觉得这电影就是很特别，就是在这里面。那就好奇你们刚看完的时候 ，What was your initial reaction？其实我就发现他很想用这种卡通的方式来描述其实一个相当复杂的东西。很复杂，非常复杂，而且每一个人他不只是这个小女生里面有这么多角色，她的爸爸妈妈里面每一个也都有好多不同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我看了有点累了，我说哇又看得蛮要用心啦。And also is in English， 我不知道会不会你觉得有语言的？没有，我们它底下是有中文翻译啦。Oh really？ 你没有留意到I didn't even notice。中国戏院的台湾的电影院底下是有中文，所以不是那个内容的问题，但是它的确它有点复杂，而且我觉得他用这种各种情绪用一个人来表达。其实我们一个人里面的确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啦。那我想他就是每一个声音就用一个角色在代表这样子。只是我就感觉就是说我里面真的是有这么多的那个 character 吗？好像看起来好像他一下子是这个是 dominant， 一下是这个，一下是这个然后他们中间又在 fight 我看了有点头昏昏，然后又说他又把这些人又关起来，又把他丢掉。好像就是 suppressed emotion。因为的确有时候我们进到一个新的环境 ，it's like I cannot cry。我在这里不能 cry， so we suppress the sadness or we suppress the joy。我觉得这也是蛮 symbolic 的。对。那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在用我的大脑在看这个电影。OK。我想要去分析到底他讲的东西是真的是假的，因为他讲到 suppress。对 ，I know。然后讲到说这些人他们这个 suppress 这些 emotion 被送到远方去，然后这些人他们这些 emotion 又想要千方百计的要再回来。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有点 confused， 说这个是真的是我里面的情况是这样吗？我觉得你看的有点It's not obviously it's not 在分析这个理性头脑。it's a movie 嘛，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把它卡通化，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故事，让你真的可以去 feel like， 如果你的情绪是有人格的，他大概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and it's super creative。like 我在看的时候 ，I was mostly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writers of this movie。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哇，这些 writers。他能够首先他能够有这样子心理学的一个了解 I think so 就是 you really have to understand emotions to be able to write something like this 然后再来就是 creativity 哇能够想到还有的什么 imagination room when she makes up the little plots in the future and stuff like that I was like wow that's so creative 就是我就觉得
这些 writers 写的这个剧本实在写的太好了，因为我觉得他是很有创意。我大概是这样子去看这电影，因为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not a textbook，OK， 你不是在读一个课本书嘛，它就是一个卡通影片，但他能够用那么有创意的方式把这个很重要的题目话题表现出来 ，I was so impressed. Very impressed. 其实我看了很多点，我其实都还蛮感动的啊，尤其是美美你刚刚在讲，越讲我觉得好像神又有一点启发在我的里面。首先这个 inside out 啊，这个字啊，我觉得就让我想到，其实很多的情绪，我们的 emotion， 或者说我们后来产生的 behavior， 其实都是最早是从里面开始 process 啊，所以它这个里面很多的 character， 其实我也觉得这部电影。我自己感觉，其实我们的情绪其实是可以被控制的，我们的情绪可以是很多东西可以是被了解啊。那有一幕那个 Joy 啊，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他很像我，我有点跟他有认同，你比较共鸣。他的那个头发现在跟我剪的也很像，原来是Anyway 啊，那有一幕 Joy 他就哭了，他说。正面思想是这么的不容易，你有没有记得那一段？然后他们本来要一起就是要一直去帮助这个女主角嘛，那他后来就崩溃了。他说，这么正面思想有这么多真的是这么不容易，有这么多的负面的这种信念一直在打仗，然后他们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冲突，一直不断的想要把这个女孩再带回正面啊，带回说她是一个好人，她是一个 good girl 的那种 I'm a good person. I'm a good person. That's her sense of self. 对，那我就感觉到，其实对我来讲，这电影还蛮正面的，就是说他是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里面是有能力去打仗。好，一旦你里面有一个，你真的知道里面有一个能力的时候，他会帮你打仗。好，一直要帮你再带回来到那个最起先啊，神创造的那样子的一个模式吧。我是这样看，至少那个妈妈 Joy， 我觉得妈妈 Joy， 我感觉到很认同。她最后愿意 give up 她的 right， 好像一直要去塑造这个女儿，但她觉得说，我要 give up my right， 就把那东西都拆掉。然后看到那个孩子崩溃，他就抱着他的那一幕我就很感动。所以稍微解释一下，So what my mom mentioned is Riley's sense of self. 对 ，right， 就是 sense of self， 就是你有一些事情会发生，这些东西越来越坚固的时候，它也会产生一个信念嘛，然后这些更多的信念包围在一起，就会变成像一棵树。那这棵树就是我们里面对自己的一个认知，对，就是我是什么 ，like who am I？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常常去很多教会分享，也就是这个题目，就是身份，对 ，identity。对，像我写的第一首歌 I know who I am. Do you know who you are? Who are you? 那这个 question, the answer is our sense of self. Who are you? It's not always the right answer. 可能有些人他的 answer 就是像 Riley 小的时候，他就觉得 Well, I am a good person. I am a good friend. I am 什么都是 good， 因为他可能 she had a very good childhood, you know 然后很多这些都 reinforce 他的 sense of self is I'm good.And that's not bad. That's good to have a good sense of self. 但是当他 go through puberty， 然后当他真的开始长大的时候，然后遇到很多的挫折，然后他的朋友要离开了，他这个 sense of self 就会开始被挑战。我不够好，我不够好，我不够好。Yeah, eventually in the movie， 他这个 sense of self was replaced with a new sense of self， 就是 I'm not good enough. I'm not good enough. 所以他小的时候是 I'm a good person. 到后来他这个 sense of self 变成 I'm not good enough. 我一看到那个时候，我妈妈坐在我旁边，我开始痛哭。I was like crying so hard. I feel like I resonated with her so much. 我不知道I think probably everyone on some level can resonate with that. Yeah. You know, 但是
for me, it's like, I don't know, maybe I still have like a teenager Riley inside of me.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在那个真的就是在 middle school 的那个 age, you go through some things, 有时候那个真的就是会产生一些信念在你里面，会影响你一辈子。这个谎言会影响你一辈子。I'm not good enough. I'm never good enough. 如果人家更喜欢我，他会不喜欢我。Whatever, these sort of things 就会变成一个信念，对，就会变成一个 sense of self， 变成一个树了。Yeah, 就一个树。And so how the movie ends is basically joy 嘛，这个本来是 Riley 的 dominant emotion as a child, but now it's not. Now it's anxiety.Anxiety become her dominant emotion， 因为她想要 impress 这个新的朋友，然后她又怕，她焦虑，她会没有朋友，所以变成 anxiety 在那里 dominant。那这两个 emotion, joy and anxiety, they're all trying to create a new sense of self. Joy is trying to preserve the old sense of self, right? Joy 就是一直想要让 Riley 觉得，Yeah, 你没什么不好啊，你都是好的 You're perfect, you know, you're a good person, you're a good friend. Like, why would you do this to hurt your friends? 但是 anxiety 很想要就是 replace 它 First, lose your sense of self so that you can preserve. 就是 it's like 其实是一个自我保护，是个自我保护，因为在电影里面他说 I try to protect anxiety 这样子跟 Joy 说。I was just trying to protect her. 因为焦虑会怕说你没有朋友，焦虑会怕说你被拒绝，或者老师不喜欢你。对，这是焦虑，它其实是一个自我保护，所以它出发点也是好的。其实我觉得这电影就是这样，就是每一个情绪其实都有它的好的出发点，它都是想要保护 Riley。但是你也就会看到，如果每一个情绪到极端，都可能也是会不好。即使 Joy 到极端也是不好，因为不实际。对，因为 Riley she's not just a good person。其实最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 sense of self 开始成熟了，你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层面出来。Sometimes you are a good person, but sometimes you're mean. Sometimes you are selfish. 那这些你都要 understand about yourself。这个叫自我认识。This is called self-awareness。很好，这个 sense of self 就变得更全面，不是只是 I'm good, I'm always good, and I'm perfect. It's actually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嘿，就是这个 sense of self 更全面。I'm selfish. 对，他最后，对。然后在这个时候 ，joy、sadness、anxiety， 大家就来拥抱这个 new sense of self。对 ，and that's called self-acceptance。就是我开始接受，其实我不是很完美，我也有负面的，我也有好的，我有时候也会伤害别人。就像我来到这世上的理由，伤了别人，但是也被伤，或者帮助了别人，也被帮助。right， 妈妈唱的那首歌。是，所以我觉得 I really love this movie. I cried so much. 妈妈刚好带了一个大衣给妈妈带了一个毛巾，因为她怕你冷。怕冷的。后来我就用这个毛巾在擦我眼泪。我妹妹哭的。然后我就说，哎，这个电影好像是在跟你说话。那你们看这个电影，你们还看到了什么？ What are some of the main themes you think are in this movie besides or in addition to the things that I said? 我现在听你们讲，我才开始懂一点。我说服了你。Come， 姐姐解释的还蛮好，很好，很好，真的解释的蛮清楚。其实因为我是用心在看，爸爸是用头脑在看。而且我觉得你看过第一集、第二集，像你刚刚讲的 emotion， 前面几集是4个，难怪后来，因为我好像没有印象。你们没看第一集吗？有看第一集。但你讲的对，就是说，因为其实一开始妈妈就在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华人嘛，哈。其实华人看这个电影不见得很真的，就像我可能很 typical 华人看这个电影，有可能不太了解。那一个就是叫做描述你自己内心的状态的这个词汇啊，vocabulary 啊，我们其实很少。我们其实华人比较会的就是说，当我有羞耻的时候，我会用愤怒来表达代替，然后讲你为什么生气。其实我们里面的生气的根源，可能其实是害怕，对，或者是羞耻，或者想怎么样，可是我们讲不出来，可是我们只会用愤怒去表达，很多家庭里面对话孩子这样，
呀。那其实这个电影其实它并没有真的是在处理这种就是说好像医治，或者就是说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爸爸妈妈问孩子说 How is the camp going， 那孩子想了一下，他最后只有说 It's good, it's fine， 那个 ennui 就出来了。呀，就表达了。那所以这当中其实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心理咨商啊，或者怎么样哈，只是说他自己，他把这个电影在讲的是内心的东西。对。然后那个爸爸最后就说：“哦 ，OK， 好，那我回去看我的篮球好了。Okay 这很typical。对，爸爸就说：“好吧，你不想讲，那我也不想跟你谈了。”这样呀，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它主要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其实说实在，我们华人还有一种叫做错误信念吧，华人啊，就是我们讲说情绪有正面的情绪，有负面的情绪。而我们常常会觉得负面情绪就是不好的，不好的。我觉得这个电影让我开始，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点了解，就是说哦，其实有些负面情绪不见得是不好，就像你说那个 anxiety， 它其实也是一种保护，不然你就是每天都是joy，完全就不晓得你前面可能要遭遇的困难啊、危险啊、人际关系，所以。这个电影其实帮助我们去了解自己更多。我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我需要去处理这些情绪，而不是一直都是压抑。是，我觉得我们除了要处理这些情绪，我觉得这个电影让我更深的去了解每一个情绪，其实真的都是在保护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能够成长得更健康、更茁壮，好，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情绪的背后，到底这个久远的这个历史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刚刚要讲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妈妈 Joy， 我觉得我跟她很认同，就是 Joy 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因为她其实就是想要保护这个孩子，她就像母亲一样，一开始都处理，让她觉得她的。是一个 good person， 一直到最后他愿意放手，放手的时候，让这个孩子了解他虽然黑却是秀，他有这么多各种不同的情绪，但是都是被接纳的。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去了解情绪，我觉得我们也要开始更深的去接纳我们自己，然后也接纳别人在有情绪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去比较在有一个不同样的面向去看到他，而不是只是看到你就是发脾气了。对，我们很容易看到是他发脾气了，对，但我们不太容易看到他发脾气背后还有其他的情绪。对，到底怎么产生到这个地方？它里面还解释蛮细腻的，有一些小小的东西。Yeah, and the thing is like.Emotion is just emotion， 它真的是没有好坏。Even God has emotions， 在圣经里面也有神生气啊，那这就是神不好吗 ？No， 完全不是。耶稣也有忧伤的时候，哭了。耶稣有忧伤，耶稣也有喜乐，耶稣也有。I'm sure he also experiences disgust， 就是 when he's with the Pharisee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 he has emotions too。And even 焦虑，他在哥西马尼的时候，他也是那种焦虑是会汗如雨滴，血滴这样子。Exactly. So it's like emotion is not good or bad. 那如果我们能够就是 accept 说 ，Okay, I'm feeling this way, and just leave it at that. I'm acknowledging that I feel this way. Now, why am I feeling this way? 而不是说 I can't feel this way， 然后把它 lock up and throw it into the dungeon, right? Because eventually 这些 emotion 还是会 find their way back， 然后它可能要用的方式就不，那可能就是像那个 avalanche 一样，或者像火山爆发的时候。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suppress your emotions for too long. Eventually 它还是会要出来，但是 it will bring back a flood of all the bad memories. 就是 eventually 这些东西都还是会要出来。Yeah. 所以我觉得最好能够帮助孩子就是从小学习去 acknowledge like you're feeling sad right now. So this actually in both movies. In Inside Out 1, 就是 Joy 她开始要看见 sadness 的
重要性。And then 因为小的时候他有的一些 core memories, either they're just super happy, or they're just super sad, or they're just super angry. 就是每一个情绪就是很 obvious, unique, 很明显。Yeah. 但是开始成熟一点点，Little Riley 他就会有一些 core memory 是混合的。Actually, you can be both happy and sad, or you could be both angry and sad. 就是这些 emotion 不是 it's not always so easy to differentiate. 其实我们人是蛮复杂的，他一个人不是只是生气，其实有时候他背后是沮丧，对或者有时候背后是焦虑，他不是只是生气，你不能只是去针对这个东西。所以第一集其实是讲到 joy and sadness， 就是我们要开始拥抱每一个情绪都是有它的好处，然后在 sadness 里面，有时候你也会感受到一个被爱的新的层面，因为如果你永远都只是在你很快乐的时候感受到被爱，这个爱实在太肤浅了。所以第一集的最后一幕就是当 Riley 很 sad 的时候，当他回到家，爸爸妈妈拥抱他 ，This is a new core memory, and then she had joy. In this new movie, I think it's about joy accepting anxiety. Who is this anxiety? Why is she trying to take over? 但是 Joy 也要开始了解这个 anxiety 也是 also try to protect her， 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也要了解 it's good to have a little anxiety， 因为其实这个电影就是讲到青少年期，青少年期最重要真的就是友谊关系，你在建立新的朋友，然后你的社群，你的团契，一个人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好好的建立他的团契跟友谊，其实他可能一辈子真的是会亏损，这不是讲笑话。It's true， 尤其是现在的社会。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mankind， 其实我们人是很需要人际关系的，没有人是能够一个人活在一起。If you put in isolation, you will go crazy. This is scientific. 所以有一点焦虑是好的。我讲这句话会不会冒犯到别人？我这样子表现，人家会不会不喜欢我？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就自在了。I don't care what anyone thinks。你有一些方面是这样是 OK 的，但是你当然也是要去在乎，因为你一辈子如果关系不建立的好，你是会非常吃亏的。对，所以我觉得焦虑，我们也要开始去看到它的好的那一面。他是在自我保护。She's trying to help me become a sociable person. And social skills is an important thing. 这是我在学习的。I'm always working on my social skills, now 有点晚熟。But I'm learning 就是 actually I need to appreciate the anxiety that's teaching me something. 但 at the same time, 同时我不能让这个焦虑占领我的生命。I cannot let it control me, take over， 因为那个就会变成 anxiety attack。像这个电影里面就有一幕，就是 Riley 就是可能就感觉好像心脏就要蹦出来了，就那个 anxiety 已经变成一个龙卷风在他头脑里，他就不能 function， 这样没有办法 function。那个也是好，对，宕机了，就基本上就宕机了。那一幕很特别。我刚刚也不太了解，现在就是 anxiety attack。其实这个电影很好，就是讲到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awareness。那个时候 ，how did she get out of the anxiety attack？ 你们还记得吗？那时候后来 Joy 进来嘛，然后他跟 anxiety 说了一句话，他说：“放手，你要放手。” 对 ，You have to let go。对，然后把它抱出去，然后 anxiety 就看着 Joy 就说 ：“I'm sorry。” I was just trying to protect her。 对，我也看到那一层，我才忽然也才了解。对，刚刚你在讲，我也就想到那个 sadness 哈，他为什么后来要跑去按那个 button？ 就是让他们可以回来吗？不是，讲哪一幕？就是后来那个 sad 一开始后来不是也被那个 shame 那个大 shame 给保护嘛，把他堆了一些书在他的前面，那样。那一幕我也是在想，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里面的 sadness 其实跟 shame 还是真的也 associate 在一起。It's not shame, it's embarrassment. Embarrassment。然后后来我就看到那一幕嘛，就他后来就跑出来，他就冲出来就去按那个 button。
那我一开始说不太明白，说他按 button 的原因是什么。但刚刚你在讲，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其实情绪就是要让它出来。那时候 sadness 的情绪，他去按那个 button， 让他的 sadness 的情绪出来。一旦一出来的时候，他那时候不是在哭吗？你说他去翻那个本子的时候吗？对，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的焦虑，让他想要去看老师给他的成绩，但是他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有一点在违背一些规则啦。但是不管他就是焦虑，所以他就快要去翻出来的时候，那个 sadness 就出来，他就停了一下，他就开始想哭，他就觉得这个就让这个沮丧先有，但是后来那个焦虑还是回来，他还是去翻。对，所以就是任何的一个情绪，其实都有一个帮助因为当你在 sad 的时候，其实你我自己是想到说，他后来被罚进在那个区域的里面的时候，我不好像是不是这个时候，他感觉到 sad， 他就开始低下头来，然后他就开始想到那个他的朋友嘛，他的那两个朋友不是也忽然在那个进罚的区域看到他在那边Yeah, well, that was during her anxiety attack. 对，就是他已经快当机了。对，但是那个时候 sadness 也进来，所以我感觉到他的情绪开始去 make sense。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光是 sadness 的这个情绪也很重要，就是他要出来，然后出来了之后，他会有另外一条路会在帮助他 make sense。Yeah， 就 every emotion 都很重要。然后你要去 acknowledge 它，然后让它有空间，而不是 suppress 它。对 ，You cannot suppress. You also cannot suppress your anxiety. It's there for a reason. 你也不能 suppress joy， 你不能 suppress sadness。这个真的是好特别。不过这电影大概就描述了这8种或者9种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dark secret 最深的那个秘密那个东西其实也就是我们最不敢去碰的东西。那我是觉得这个电影，但是它还是把我们这个人把它简化到这几种。其实我觉得我们真正的一个人里面，情绪更复杂可能更复杂。Well, I mean, Riley just turned 13, so maybe 他会有 Inside Out 3，然后再有4个进来呢。更多的情绪被出来。小女生。所以你看的时候，你就很能够非常共鸣，你能够共鸣。对，那我看的时候，我是所以你在讲的时候，我觉得会不会不是只是文化的区别，可能是男生女生的区别，还有年龄的区别。对。但是年龄的话 ，or maybe I relate to a 13-year-old girl more than I relate to an adult because我是非常跟 Riley 共鸣 for some reason。我觉得我里面还是很多的那种。I just really relate to her. Anyway, it reminds me of another Disney Pixar movie called Turning Red. I watched it by myself. 也是青少年女生的电影。And it's about ABC， 就是也是 Chinese American girl。然后那时候是她跟她妈妈的一些 conflict，因为有文化上的一些，然后也是他在进到青少年期，所以你很能 relate。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 relate 那种青少年期的，就是小。所以你到现在都还能够 relate， 这也蛮特别的。所以我说我很晚熟啊，我很晚熟，是不是就是一直我现在才开始？我也觉得神给你蛮特别的这 sensitivity 啦，敏锐度在情绪上面，因为我觉得你从小到大，你这个情绪的这个管理。一直都还蛮特别的，就是特别不是好。我用特别，因为我没有觉得是好是坏，我觉得那是神给你的那份你可以观察的这么细腻，然后你也比较容易反应。对，有些人可能对情绪就没有那么 sensitive。对，像儿子，我觉得儿子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只是你感觉不到而已啦。But that's what I'm saying， 就是男生跟女生会不会是在这方面，所以可能 Inside Out 这2部电影比较多女生会喜欢 ，maybe because 女生本来在这方面就比较会比较多情绪。对，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他也许哪一天可以拍一个电影，是从男生的角度。去拍这个男生里面的挣扎，你觉得可以拍得出来很多吧？因为就不太容易，没有什么剧本。Remember at the end of the movie， 那个爸爸 was just like, oh, she said it's fine,
That's all she has to say after 3 days. I guess that makes sense. Back to my 对 game. 对对，就是男生比较会，我觉得就是逃避啊 compartmentalize 啦，就是OK， 那日本男生也比较没有那么多细腻的情绪。对，我自己觉得。不过大家留言了，我们的爸爸是承认是这样，但是OK， 我刚刚其实你在讲这个的时候，讲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图像，就是我曾经有一个电影，我看过2次。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根本就看不懂。那个电影叫做《The Terms of Endearment》，那个母女情深，对对，莎莉麦克林跟那个女儿演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蛮有名的电影明星。第一次看的时候，然后我就听到后面，哇，怎么好多人在那边哭的稀里哗啦。我也是哭的稀里哗啦。然后我看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部电影是讲到女儿得癌症，对对对，先过世。对对对，她跟妈妈之间的，然后跟妈妈之间的一些冲突，然后妈妈也不太能谅解嘛，哈呀。然后10年后，我第一次看完全没，后来10年后有一次又有机会，我又再去看了第2次。可能是跟我看的那一次。可能你那次有跟我去。我看了一次。对，我跟 Melody 去看，哇，我哭得稀里哗啦，我才突然了解他们在讲的那个情感，那个细腻，那个是我完全。所以你在讲说，这个可能真的是，所以你可能10年后再来看一次，可能，对，我不知道。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情感，因为像我是一个学电脑的工程师嘛，我们在这种情感上面表达，或者是去体会了解 sensitivity 不够敏感。但我是觉得，后来我应该是跟张伟结婚啊，那个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在交往，还没有结婚。我们是后来有了 Melody 之后，我再去看第2次。那我从一个只是研究生，然后看这种电影，就觉得讲那么多这种 detail 的情感呢，我也看不懂。因为你跟你家人的关系也有点那个压抑吧，不深刻。到了后来结婚之后有了孩子，你知道我有一次看一个笑片，那是一个喜剧片，叫做《The Father of the Bride》。那个是 Steve Martin，然后他演他的女儿2岁，然后他女儿2岁的时候在那边吃早餐，然后突然一下他就看到他女儿，就看到他女儿结婚的样子，就是说这个孩子现在是2岁，可他就已经在 picture 他18岁20岁结婚的样子。你知道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你刚好就是2岁，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就哭了。我就突然就说明白说，哇，这个电影其实它是个笑片，可是我却在看的时候我就哭了，因为我里面对那个爸爸看女儿的那个眼光，我能够跟他共鸣。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还是要有一些自己个人经历啦，在情绪方面有还没有被开发的情绪，可能看这个电影就不太能够去了解。对，但如果有一些情绪已经因为一些事件被开发了，你在看的时候就会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你一开始在问说这个电影我们会不会 recommend 父母亲或者怎么样带孩子去看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如果父母亲能够带着他们的 teenager 的孩子一起去看，然后之后跟他们讨论，就是说像我们这样有个对话，就是说你看到里面有哪些的情绪，然后怎么样的处理怎么样的，你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压抑这样跟孩子有个对话，我就觉得会蛮好的。我觉得也很适合小孩子带着他们可以看 Inside Out 1，对，先搞懂4个基本的。对，我觉得都很重要。还有就是父母亲去看，我刚刚就一直为什么我一直看那个 Joy 像妈妈一样？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如果父母亲能够早的就能够知道，孩子有这么多情绪，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人讨论过什么我们的情绪，我的情绪就这样喜怒哀乐，我就直接就表现，没有那么多深层的这个教育或了解。那我现在如果了解的话，我就会鼓励父母亲。除了你去了解你孩子的情绪，然后可能也要更深的常常用问的方式，因为孩子
直接的那个反应，可能就不是那个直接的问题嘛。那你就可能说，哎，那是不是刚刚那个小姐姐拿了你的口香糖，你觉得怎么样呢？常常让这个孩子你在问他的当中，让他学习去表达他的情绪，然后呢，你再帮助他说，哦，原来你很生气，你是不是也很沮丧呢？再加一个，我觉得也不见得是要 put words in their mouth，因为我觉得 sometimes 我觉得真的每一个人出发点是很不一样。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你会觉得他应该是要这样子反应，他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出发点。I think 就是像妈妈说，让孩子学习表达，就是讲出情感情绪的话语。我觉得这是我会想要去学的。都用问的方式，可能就比较容易。And I will say， 因为我是孩子嘛，我们都是孩子 ，but like 不是只是为了你孩子去看嘛，因为 you know，父母亲也有情绪，我觉得父母亲也是需要先学习搞好你自己的情绪。我现在到底是喜怒哀乐，就是我现在在掌控我的是愤怒，还是沮丧，还是焦虑？还是 shame， 我很害羞，或者我怕面子，没有，就是我觉得父母亲要先搞好 ，because 其实你可能要了解是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这个4个情绪，我相信他虽然还在想要去表达这里面，但他是可以感觉到，孩子是在情绪方面很明显的嘛。I'm just happy, I'm just sad。对。但是孩子也很敏感，他可以看到你 ，you are angry，you are happy。You are sad，就是孩子是可以看到父母亲的那个情绪，但是父母亲如果自己都不知道你的情绪，孩子会非常矛盾，他会觉得说你明明是很愤怒，那你为什么现在假装的是很开心？你为什么跟这个叔叔讲这句话？但是我知道你很 sad， 就是我觉得孩子都在观察，所以如果孩子在这种的环境里面，然后父母亲你们也还没搞懂你们自己，孩子也不会搞懂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个榜样。说得好。所以你说你想要看这件，想帮助你孩子，最好的方式是你先搞懂你自己，帮助自己，帮助自己认识自己，拥抱自己。夫妻之间也可以完全真正的接纳自己，里面没有，就是说情绪有正面负面的，但没有好跟坏。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想隐藏我们的负面情绪，想要用这个 joy 啊、正面啊、positive 去表现，可是很多时候表现出来却是虚假的。也要知道怎么去协调、去沟通，怎么去处理这些情绪。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know， 就是说情绪没有好跟坏，但是行动、行为是有好跟坏，所以这是一定要区分的。就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信念，就是我如果情绪好，我才会做好的事情。如果今天我情绪不好，我做出来的事情都是不好。所以如果我现在生气，我所有的行为我就可以生气，我就可以做一个不好的人，或者我可以伤害别人。这是错误的。你可以感受到一个负面的情绪，不等于你一定要行出来，不等于你一定要做坏事，或者 even 你现在感觉得很快乐 ，doesn't mean 你一定就是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一起 ，you know， 就是你的情绪是里面，你可以感受，一个 acknowledge， 你可以去接纳它，你先让它有一个声音，让它有一个发表在in your own mind，right？ 或者你可以写日记。That doesn't mean it's the same as action。所以 action 是有好跟坏。I think that's the differentiation。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怕。如果我现在有负面情绪，我会变成一个不好的人，我一个负面的人。No， actually sometimes it's the opposite。就是因为你不让你自己去感受到你负面的情绪，你的行为才会扭曲啊，你才会有很怪怪的行为开始出来，然后 eventually 就会蹦，你做出一个很坏的事情，因为你压制太久。对。但是真正的好人 ，This is what Jordan Peterson says。A truly good person is not a weak person。一个真正的好人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好人是你有能力去做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是你选择不去做。这才是叫做
做好的决定，因为你有选择，你有选择嘛。一个好人是有选择，你可以做坏事，你可以做好事，你选择做好事，这才是真正的好，而不是你什么选择都没有，你是个软弱的人，所以你只能这样做，这不代表是好啊。对 ，You're only just doing what is easy。呀，很好。那你们觉得看完这电影有没有一些 practical 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 actually in your own experience have you experienced that before？就是 when anxiety come, but you learn to accept it， 或者 when sadness come, but you learn to accept it。你看到情绪的好跟坏，然后你能够学习去拥抱它，有没有一些个人？actually 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机会要去跟一群年轻的孩子们说话嘛，青少年几百个孩子要跟他们分享。其实我在那个之前几天我就开始有这个焦虑了。Anxiety. I'm not good enough. Exactly. Really? Yeah. 一直跟我说，因为我觉得我跟大人讲话很自在。但是我跟年轻孩子讲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原来跟这些大人讲的东西，小孩子听不懂。那时候我几天都睡不好觉。后来那天早上我就打电话给我的一个属灵儿子鼎钧嘛，我就邀他，我就跟他约在这个台大跟他碰面，我就直接跟他讲说我这几天很焦虑。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真的觉得我讲的东西，我怕我里面有个害怕孩子会听不懂。他就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议，跟我讲了一些东西，怎么样去鼓励这些孩子啊，怎么样。他说你要成为父亲。对，然后就跟我讲一些，你知道那天突然他讲完，他帮我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然后我就那天晚上真的就很释放的去讲，也没有任何的害怕，也不是在一个焦虑的里面去分享信息。所以有时候承认自己不行其实是好的，也得到帮助。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我们很多时候把自己的情绪都压在底下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寻找帮助。我觉得爸爸真的很棒，他每次里面有一些情绪的时候，他会容易说得出来。然后他会去寻求帮助。没有啦，我没有那么容易啦。我刚刚讲这个还算是一个例子啦，其实我大多数的时候还都是压抑的比较多。我觉得你的压抑是因为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到底里面是在发生了些什么事。但是我觉得你一旦明白，其实你的表达是很通畅的。像你就会去找鼎钧然后他也给你很好的建议。你一明白了，我觉得你就 OK。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不明白啦。对，其实男生说实在话，男生不太容易去跟别人去讲自己的软弱。像你讲焦虑啊、害怕呀，这种连这个都搞不这种我们认为是负面的东西，我们都会假装，都不太愿意去跟别人表达。那别人也就不太知道怎么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世代尤其是年轻人我觉得我们要帮助他们去表达他们的情绪，所以他们的情绪可以更正常的被去处理跟帮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对于我呢，我就觉得有时候情绪跟性格也是真的，神给我们天生的性格也是绑在一起的。像我这个9型人格的这个性格，我通常也比较容易把它 put aside 或者把它 oppress 下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不好的，就不要说。那我觉得这几年我自己也在学习怎么去说出这些负面的情绪哪怕人家可能不了解、不接受，我就发现我开始可以说。我以前连说都不说，或者觉得没有什么重要，然后也觉得别人为什么要听这些负面的东西。应该是说你把它表达出来，但你不是在情绪里面说。对， That's the difference. 对 You're expressing your emotions, but not in an emotional way. 对，也不是在一个受害者，好像I'm so sad。我觉得突然想到一个字，其实叫做 vulnerable， 就是我们今天愿意表达出来，其实这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软弱的地位，叫做 vulnerable， 但不是受害的地位。对，但我们不是用这种
负面的抱怨的咒骂的这种方式。 It's like the I message, like I feel sad. Very good. I feel anxious rather than you make me feel anxious. 对 I feel anxious. 所以这是很好的练习，就是一旦我们把那个 you said 练了，你把它变成到对方的时候，是你让我生气的。推认责任。很多时候，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并没有特别去讲这个东西，但我觉得它至少把这些情绪演出来，然后讲每一个情绪，就像你说panicking 或者 anxiety， 它其实那也是一种想要自我保护的，所以它不是好坏呀。For me， 我觉得为什么我对这个电影还有这2部电影非常的共鸣，我觉得 maybe as an artist I always felt that emotion is very complicated. 我从小就一直可以感觉到我的情绪是非常复杂，虽然也是很明显，就是有时候我也会很明显就是很开心，很明显就是很对不对？但是 I always also feel 就是 an undercurrent， 就是我的开心永远好像大部分不会只是开心，通常我开心的下面还是会有一些焦虑，或者通常我的愤怒下面一定是沮丧，或者焦虑 ，you know， 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不是那么纯，所以我看到这点 ，I'm just like wow that's like me， like somehow 我就觉得我里面有一个世界是人家不知道的。I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feels this way， 就是大家看到的 melody 这只是一面，但其实我里面是哇很多的声音，波涛汹涌，波涛汹涌，真的是。所以为什么我做音乐 ？You know， 音乐就是有很多的层面嘛，就是可以有高的有低的，然后有前面有后面的，然后就是 it's like 那个情绪也可以很复杂，就是一个人听这首歌就会想哭，一个人听这首歌就会很安慰。It's just like you never know， so it's like I love music for that reason。那我觉得我看这电影我就非常的共鸣。我觉得的确就是华人家庭里面有时候不知道这些情绪是有声音的，然后可以表达的出来，然后表达出来的重要性是什么？ Just like 爸爸 said 那个每一个情绪有他自己表达 and sometimes we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speak in iMessage, like, oh, I feel this way, I feel that. It is very vulnerable. 有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怎么这样讲，但是这个电影里面每一个情绪就是有他自己的声音，所以 Joy 会讲话 ，Joy 会说 I feel sad too, and then sadness 会说 I feel afraid too， 就是每一个 emotion 它会 speak up for itself。我觉得 that's so cool， 就是其实我里面的 joy 也很想要讲话，我里面的 anger 也很想要讲话，他很想要表达他自己。所以如果我花这个时间，不管在祷告或在写日记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让我的情绪有一个表达，让他可以说话。Yeah, what are you feeling, Melody? What are you feeling? Like for example， 我现在要搬到日本去 ，I'm feeling excited. I'm feeling a little bit anxious.I'm also feeling a little bit sad， 因为我要离开 you know 我的舒适圈，离开我爸爸妈妈 maybe a little fearful. What am I getting myself into? Do I really know? You know, what am I getting myself into? I'm also feeling sense of not embarrassment, but like maybe future embarrassment. What if 我现在说我要当宣教师，但是以后就没有看到我期待的效果 You know what I mean? 就是 like I'm already embarrassed about something that's probably won't even happen or hasn't happened yet. 就是说 like 就是很多 I'm scared of disappointing people or scared whatever. 就很多东西 and also 焦虑 like I don't know 我们这个频道会不会要做一些调整，或者我会不会需要停下来，或者继续，然后怎么发展或者缩小 I don't know. It's like a lot of things. So it's okay. It's okay that I don't only feel happy or I don't only feel excited. 其实是很复杂的 right?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的，那让孩子也可以学习去 explore 每一个情绪各式各样的方面。我在听 Melody 讲的时候就很有 picture，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常常说你的音乐很有 picture，因为你的情绪就像你讲的其实很 complicated。像我觉得妈妈的情绪就比较单一。Is that real? 所以 are you saying that people are different?
You finally know it. You're not like me. No. 对，所以你的 music 就非常有层次感，有空间的想象。我觉得这真的是 relate 的。那你像你妈妈，我的情绪就比较单纯，我没有那么多 complicate 或者是叠加的。 Are you sure？ 还是你只是没有被开发？你觉得呢？ Do you have suppressed emotions？ 我觉得你蛮复杂的，只是你不太会表达而已。那也有可能，还需要再被开启。我觉得有可能，也有可能吧。对，至少我的思想比较。他的性格就像那个他们讲9型的人，像大象嘛。大象的人就是很平稳啊，很那个。可是当大象生气起来的时候，会踩死很多人。所以，但是不是但是也是只是单一的情绪啊。我不会说。你的那个里面的那个 peace 的妈妈或者 joy 的妈妈就是很 dominant 你整个的个性呀。但是其实里面如果另外一个情绪出来的时候，也不见得呀。其实我觉得妈妈你也是复杂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复杂，只是可能的确是有一个 dominant。Just like for Riley, it is joy.Joy was dominant for most of her life. 但是 doesn't mean you don't have other emotions. 然后我没有说我没有 Yeah. 我只是说我自己感觉我没有那么多叠加的，比如说愤怒的里面其实还藏着很多的滴滴答答。应该都有，每一个人都有。我觉得是有。也都有，我相信。对。特别是母亲啦，母亲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后面都还是会有个焦虑。Right? 所以你的愤怒，你为什么会生气？是因为你其实是焦虑，或者你为什么会沮丧？是因为你为了孩子好，你想要保护孩子。就是我觉得母亲的情绪应该是都是蛮复杂的，因为要concern很多人。不止 not just yourself, right? 那我觉得爸爸也是，其实你也是在 protect the family， 你也是在要供应，所以你常常要想的东西也是很多方。我觉得 everyone you don't necessarily know.It's that complicated, but it is. 就是你很多的出发点或者背后的动机，甚至你自己都不知道。对，甚至有的时候你都已经长大了，你都还不知道你在做很多事情是在为了你的父母亲在做的。You might still be trying to please your parents, but you're already a parent yourself. 就是 it's so complicated, you don't even realize. 有的人像我们中国人讲嘛，有的人他一被就是叫恼羞成怒啊。恼羞成怒就是他被 embarrassed 的时候，他的反应是 anger， 他会用愤怒去表达他其实里面是很 embarrassed。那其实有的人生气是因为他突然觉得他就是 out of control。当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掌控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用尖叫的啦，用什么来表达呀。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那个表面的那个，而是要看到他呀。所以这电影实在真的讲是很棒的电影，越讲越多东西，越喜欢了。我没有，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这个电影，就是说让你能够了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确很多的层次，但我们的表现不见得都会一样。对，有的人就会强颜欢笑，去遮掩很多它里面的波涛汹涌的东西。然后就是会有一些 sense of self 的东西出来，一些 belief system. For example, maybe one of Mama's belief system is 我不能有太多情绪，就是如果我有太多情绪，人家会没有 sense 到平安，或者我就不会有平安。Right? 因为这是你的一个 core value. That could be a belief. It could be a wrong belief. 就是其实你也是可以有平安 even if you have many emotions.You know what I mean? 就是说 everyone's belief system 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兼顾这个 belief. Doesn't mean the belief is inherently correct. That's right. 那爸爸的 belief 可能就是 I have no emotion or something. 没有，我的 belief system 就是我要表现的我很 strong. 对。那也许他的 belief system 是我要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好女孩。I'm a good person. 就像那电影里面，他一开始是那个白色的那个。I'm a good person， 后来变成一个红的，变成 I'm not good enough。可是后来他们连那个白的也都拿掉了。
就是说你可以是又白的又红的又什么的呀，你真正能够去表达你自己，那才是健康的。爸爸刚刚讲的那个也蛮重要的，就是你想要表达 you are strong。对，我觉得我现在开始能够去跟人家承认说，对不起，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黄国瑞也听不懂，很多人都不相信。那如果连黄贵都听不懂，可能不是黄贵的问题，是表达的人的问题。没有啦，没有，我不是说听不懂，有时候就是承认对不起。就像我跟那个鼎钧说，我最近是有点焦虑。我觉得我在要跟年轻人讲话，我觉得我好像觉得我自己很不 fit，inadequate，就是觉得我自己不适任这个事情。那一般对，一般男人不太愿意去表达这件事，不太愿意去讲出来，这个不容易，去寻求帮助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棒，很重要。其实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长大成熟。对。我们常会觉得一个长大成熟的人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非常有能干的人，什么都可以自己解决的。其实那可能还是个谎言。很好。真正长大，真正要能够开始寻求帮助，也能够承认自己不足。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就会知道，其实他还不知道的事很多。但是愚昧的人会觉得他什么都知道了。真的哇，那这个又讲不完了。太有智慧了。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在团体当中，我觉得尤其这个时代，越在团体当中，我们就会越经过不同的层次认识，然后也认识到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的盲点。So what is your belief system? 那 what is your dominant emotion? 大家你们觉得，你听了我们在讲的时候，你们也可以留言啊。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有一些信念，或者一些比较会掌控你做事的一些情绪吗？Is it joy? Is it sadness? Is it anxiety? Is it ennui? Boredom? 你喜欢 combination？ 你喜欢人家不觉得你很在乎？这也是很特别，或者是嫉妒，你常常想要人家去讲到你，会让你觉得你有 fit in，或者是愤怒，就我觉得 every emotion 都太特别，也其实都有它的好，也有它的出发点，有它的动机。So 大家可以留言，你们觉得我们今天对话怎么样？大家有没有看这个电影？你们自己的评论是什么？我自己是蛮推荐的。我的朋友佩恩他也去看了，然后他说他们教会的很多的老师还有牧师师母都去看了这个电影，后来他们就用这个电影帮助他们想一些游戏，带着孩子去玩，有一些 prompts like if this were to happen， 你觉得你们的情绪，你们就可以举那个牌子，然后的确就是可能有一件事情，一个 prompt， 他们讲一个事件。大部分的孩子可能就会举一个牌子，就是愤怒，但是就是会有一个人就举喜乐，然后他们就会问这个，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感觉到喜乐呢？那每一个人就是不一样，有些人就叫焦虑，有些人就是ennui I don't know， 然后你就会去听，然后你就觉得很酷，就是每一个人的动机、看法、情绪就是不一样。也许大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这种角度去看这个电影。可以带回到你们的带儿童啊，或者带青少年的游戏里面，特别来点。Good， 所以谢谢爸爸妈妈跟我一起来评论，还有谢谢大姨，让我们可以借用他的民宿进来拍这一集。And we will see you next time. Maybe 我们还在想啊，就是我真的是快要走了，快要去日本去东京，就继续。为我祷告，然后如果你们愿意 follow 我的这个 blog， 还有我这旅程，可以去我的新的网站 melodyhuangmusic.com。All right, see you there. Bye bye. Bye.